它是美国海军的黑骑士中队，它是美国海军为数不多的从二战后服役至今的舰载机中队。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美国海军黑骑士中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6年7月1号，美国海军出于成立预备役中队的考虑，遂在纽约州弗洛伊德贝内特航空航天中心正式组建了第718航母预备战斗中队，其简称为 VFB 718中队。这既是黑骑士中队最初的番号，而最早装备于该中队的战斗机便是太平洋战争的初期霸主，被誉为零式猎杀者的 F-6F 地狱猫战斗机。不久之后，该中队又换装了速度最快的活塞式战斗机之一，被誉为呼啸死神的 F-4U 海盗式战斗机。而在该中队更换主力机型的同时，其番号也先后更名为 VF-68A 中队和 VF-873 中队。也就是在更换为 VF-873 中队期间，该中队的驻地奉命由弗洛伊德本内特基地调往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莫菲特菲尔德基地。1950年6月，由于朝鲜战争爆发， VF-837 中队被美国海军划为现役航母战斗机中队，并派驻安提坦号航空母舰参加朝鲜战争，执行战斗巡航任务。其主力机型也由 F-4U 海盗式战斗机换装为被称作为美洲狮的 F-9F 黑豹战斗机。此种机型也是美国海军在朝鲜战争时期的主力战斗机之一。1953年2月，已经返回美国本土的 VF-837 中队，在换装了 F-9F 黑豹战斗机的新型号后，奉命将番号改为 VF-154 中队，该番号也就此成为了该中队使用至今的名字。而崭新的 VF-154 中队也在不久后随即奉命同普林斯顿号航母重返朝鲜战场。截至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 VF-154 中队在朝鲜使用 F-9F 黑豹战斗机，共计发射150万枚炮弹，投掷470吨炸弹，并在朝鲜战争结束前的6月15号创下了一天之内飞行48架次的海军战斗机中队纪录。而在该中队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换装了 F-3战斗机。1957年 VF-154 中队在换装美国海军第一种真正的超音速舰载机，也是最后一架以机炮为主要武器的海军战斗机和舰载单发动机战斗机，被称为最后舰炮武士的 F-8十字军战斗机后，将部队的标志和臂章也进行了改变。由卡通画家米尔顿·卡尼夫设计的黑骑士替代了原来的被称作为全胜者并且带有火焰炮的队徽，而新标志的含义则象征着手持大剑，以击倒和平与正义的敌人，并用盾牌保护那些无法自卫的人。时间来到1965年，出于越南战争此时已经鏖战10年之久的需要， VF-154 中队随即被划入了美国海军第15舰载机联队战斗序列，随同珊瑚海号航母开赴越南。而 VF-154 中队在越南战争服役期间，也奉命换装了美国海空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即 F-4战斗机，并从第15舰载机联队划归第2战斗机联队战斗序列。1970年 VF-154 中队在换装了 F-4战斗机的新型号后，执行了最后一次越南战斗任务，并在随后美国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空中打击中，因其优异的表现获得了黑骑士中队的最高荣誉，即克里夫奖，并因此成为了美国海军中最出色的舰载战斗机中队。1981年1月 ，VF-154 中队在刚换装了 F-4F 战斗机仅2年后，又奉命换装了早期的 F-4N 战斗机，并在换装之后不久，随同珊瑚海号航母执行了数次巡航任务。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航母在1947年服役至今，其甲板早已经不适用于美国海军第3代战斗机，即 F-14熊猫战斗机，导致 VF-154 中队和其姊妹 VF-21 中队直到1983年10月才开始换装 F-14A 战斗机，该中队也因此成为最后一批列装 F-14A 战斗机的中队。1985年，已经由第2舰载战斗机联队划归第14舰载战斗机联队战斗序列，并且已经换装了 F-14A 战斗机的 VF-154 中队，随即奉命同星座号航母执行了换装 F-14后的首次巡航任务。1988年，隶属于第14舰载战斗机联队的 VF-154 中队，随即奉命进入到独立号航母服役，
并在随后的1990年参加了沙漠盾牌行动，同 VF-21中队成为第一批抵达波斯湾的 F-14中队。1991年8月，由于珊瑚海号航母的退役，刚刚返回美国本土不久之后的 VF-154中队便再次奉命随同独立号航母前往日本横须贺基地驻扎。该中队也因此由第14舰载战斗机联队划入了第5舰载战斗机联队战斗序列。该中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部署在海外的 F-14中队。在不久之后，随着 VF-21中队的撤编和 VF-154中队所装备的 F-14战斗机的升级，使其在成为第5舰载战斗机联队中唯一一支 F-14中队的同时，又成为了第一个具有空对地轰炸能力的 F-14中队。1997年4月，由于 VF-154中队在 Tandem Thrust 联合演习中所暴露的机龄较大和机身老化等问题，美国军方高层便打算为该中队换装一些 F-14A 战斗机。恰巧此时正好赶上了 VF-213中队要换装 F-14D 战斗机，而这2支中队便因此奉命交换了6架机龄最老的 F-14A 战斗机。而经过此次换装的 VF-154中队，由于随后的1998年获得了诸多奖项，比如 CNO 安全奖、战斗卓效奖、卓越空战奖、卓越维护奖和 CNO 约瑟夫克里夫奖等。2003年年初，由于伊拉克战争的爆发，VF-154中队便奉命随同小鹰号航母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并于同年5月完成任务后返回日本后木基地。2003年9月，随着 VF-154中队所装备的 F-14战斗机开始运回美国本土进行轮换作业，该中队也因此被撤编了。但在3年之后的2006年7月，由于 F-14战斗机的退役，不仅使有着超级大黄蜂之称的 FA-18F 战斗攻击机成为美国航空母舰上唯一的舰载战斗机，还令 VF-154中队得以重新复活了，并且奉命改编为装备此机种的 VFA-154战斗攻击中队。第154战斗攻击中队绰号黑骑士，是一支驻扎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勒莫尔海军航空站的美国海军战斗机与攻击机中队，其主力机型为波音 FA-18F 超级大黄蜂，目前隶属于第11舰载飞行联队战斗序列，并被部署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其机尾代号为 NH， 呼号为骑士。FA-18F 战斗攻击机是美国海军一型超音速喷气式第3代战斗机，由美国波音公司研制，原型机1974年6月9号首飞，1983年进入美国海军服役。该型战斗机采用单座串列双座后掠翼气动布局，其动力来源为2台涡扇发动机，不仅是一架一型多用途舰载战斗机，还是美国军方第一种兼具战斗机与攻击机身份的型号。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